大家好，我是阿贝。最近在玩《绝地求生手游2》的时候，也就是《绝地求生未来之翼》，我萌生了一个超好玩的测试想法。未来之翼有个独特的机制嘛，在4排模式里面，敌人被放倒后，你只要走到他的身旁，就会出现一个救援的标志。当敌人被你救起来之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原本是单人4排的啊，瞬间队伍栏里面就多了一名队友，把敌人变成了自己的队友。这个机制是不是非常好玩？这时候可能有观众就猜想了，阿贝，你的测试想法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敌人都叛变成你的队友，然后完成吃鸡呢？哎呦，还真不是。因为这个叛变机制是有限制的嘛，一个队伍里面最多只能有4个活人，满了就招募不了敌人了。这个做不到，木有关系。我想到好玩的测试是让一名玩家一直叛变，他究竟能够叛变几次呢？你就试想一下嘛，你带着妹子开开心心玩吃鸡，妹子被别人打倒，招募过去了，你气不过呀，要找妹子自己找啊，抢我的做什么？又把妹子俘虏回来了，敌人也不服输啊，和你杠上了。老子技术比你好，这妹子我要了，耶稣来了都留不住啊！又把妹子俘虏回去了，就这样来来去去。那这个妹子到底最后是谁的队友呢？是你的还是敌人的呢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猜想发在弹幕上。我邀请了小伙伴和我一起测试，讲道理，要以敌人的身份匹配在一起还蛮难的，试了好多局，最后才在第一人称模式下排到了一起。其中一名小伙伴呢就充当敌人，另外一名小伙伴呢就当工具人，被我们轮流击倒俘虏嘛。为了客观公正，接下来的测试画面将用快进的方式展示给大家。20次。40次。80次，天啊，都已经测试到80次了都。左上角的队友名字还在变换，这局里的其他玩家不知道，还以为这个人多惨呢，一直刷屏被人击倒。测到最后差不多决赛圈了，叛变这么多次还能继续，有点离谱。这就说明了这个游戏是可以无限叛变的。说到这个叛变，它的本质就是救人嘛。那我们顺便不妨测一测救人的次数嘛。我发现在未来之翼里面，玩家倒地之后的扣血值呢，初始血量一定是100。过了一会后呢，才会有伤害。相比另外一款吃鸡手游呢，这个就非常仁慈了。我还额外记录了第一次扣血的数值，看一下这个伤害有没有什么规律。我取了前40次击倒，我发现这个伤害数值每次增加1或者不增加就很夸张了。在我们经常玩的另一款吃鸡手游，它的伤害值呢是成倍增加的，基本上在4倒5倒之后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来不及救的。而在未来之翼里面，倒地扣血增加的数值好少啊，那基本都是1，有时候是0。你倒地1次和你倒地8次都是来得及救的呀。官方这是在鼓励大家猛冲啊，别怕倒地啊，尽可能给大家都创造一个叛变救敌人的机会嘛。我们测试到第80次还能救，说明救人呢也是可以无限次救人的，不像吃鸡端游或者手游一样会强制死亡。我还把第一次扣血的时间截取了6次，拿到后期软件里面去算，我以为这个时间是固定的，是吧？就倒地到第一次扣血，但其实这个时间呢还是不一致的，最短的时间也有1.25秒。让我们最后说个结论在未来之翼里面可以无限次数叛变，无限次数救人，而且它是鼓励玩家倒地的，因为它的多次倒地惩罚非常的弱，除非你一局倒地50次吧，而且也不可能有人会一局倒地50次吧。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对吃鸡测试、吃鸡自定义、趣味游戏试玩感兴趣，欢迎关注我，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我们评论区见。